好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法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科普教育哈，我自己的对于一些定理的一个理解哈，继续介绍。那么今天想讲的是一个有关言论自由的问题哈，有关言论自由和科斯定理的这两方面的一些我的看法哈。那么首先讲一下什么叫做科斯的定理吧这个叫做 Ronald H. Coase 是1910年12月29号到2013年9月2号那个科斯去世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当时已经到日本了，所以我当时还挺伤心的因为他也是现代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经济学者那么这个科斯的定理呢，就是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有关经济学的一个定理，他是因为这个定理呢，他得到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经济学奖的得主那么他这个定理呢，其实讲起来呢，还相当的简单吧。就实际上他就讲的是这个政府的，就不是叫政府就企业的外部性就是你任何一个企业吧，你比如你除了赚钱之外，你还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比如说你这个排污环境污染，还有包括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然后产生的各种事故比如说你一个汽车你不好好生产，然后结果你汽车出了车祸这些就是这个企业生产的叫外部性那么他为此呢写了2篇非常著名的论文，一个叫做 Nature of the Firm， 就是说这个公司的这个自然性质还有一个叫做 Problem of Social Cost， 就是说你公司造成的这个 social cost， 就是给那个社会造成的这个影响这个成本。这2个论文呢，导致他在1991年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它的主要这个科斯定理呢，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企业产生外部性的时候呢，那么人民呢就应该和企业产生交涉，而这个交涉呢，就是叫做交涉成本，这个东西呢是你企业在做的时候呢，你是要计算进去的。比如说你中国搞了一个工厂生产那些什么高排污的这个东西它比如一算的话，它算它的成本，就说这个东西吧，在中国生产，你只要不管排污的话，那么它可以便宜多少。结果呢，比如说这个市民团体起来跟你抗议，然后呢跟你交涉，那么你为了要摆平这些市民团体呢，你要请律师然后要给政府贿赂这些成本呢，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叫做交涉成本那么他就认为呢，你任何一个企业在计算你的这个盈利模式的时候呢，你都要多少要去考虑这个法和权利的外部性，然后呢要去计算你这个叫做交涉成本这就是所谓的科斯的定理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描述吧。那么所有的这些企业呢，你做任何事情呢，都会产生一些负的外部性或者一些正的外部性。比如说你这个叫做你这个苍蝇，不叫苍蝇了，你养苍蝇干什么？你养蜜蜂你比如说你果园里面养蜜蜂，那么你这个蜜蜂的蜂蜜呢，是你这个企业的产出，但是你这个蜜蜂呢是有正的外部性的你比如说你就会帮助这些周围的这些果园然后就那个繁殖嘛结果嘛，对吧？这个是你的正的外部性。包括你还有就是说你这个电信你这个电话你表面上你收电话费怎么样，但是呢你搞了这个电信之后呢，你上网还有打电话什么这些你也会产生一些正的外部性因为这个交涉成本的下降对于企业对很多方面呢也造成了一些便利这就是所谓的正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就是包括各种污染还有包括就是无视人权就是包括就是那个你这个运用童工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负的外部性那么当初我们这个大学里面这个经济老师在讲这个科斯的定理的时候，他就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店里面有个人他在那里面抽烟，然后呢你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在科斯的定理上面来讲呢，这个抽烟这个东西呢，吃饭是一件事情吃饭他付出成本，他在这里买了这个座位，他在这个座位上吃饭这个东西是正常的经济活动，但是这个抽烟呢，对吧？抽烟是有外部性的就是有些人非常讨厌别人在旁边抽烟，尤其是抽的那些不好的烟嘛，那二手烟很臭嘛，那个，而且呢，就感觉对这个叫做健康不好嘛。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面对抽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简单来讲呢，就是一个嘛，就是你不再在这里吃饭了然后就是跟那个就是店家去投诉说什么你以后不能让抽烟的人进来什么的，这些都是一些方法。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就是跑上去跟他交涉交涉说你不要抽烟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科斯定理的精髓就是说他认为很多这些负的外部性是不能够用这个数据来表达的，就是包括你这个经济包括那个 GDP 很多你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数据把这个负的外部性给表达出来的。
那么对于这些不能用数据来表达的方面呢，你只能以其之道还彼之身啊，就是说他不能用数据表现呢，你也不要用数据去对抗他，你只能通过这个嘴皮子啊，你就要跟他交涉啊，说你对不起先生，你这里不能够抽烟哈，然后你能不能说服他，不抽烟。那么这就是看你的本事了，就是看你的本事。比如说，你可以给他提几个方法啊，这样啊，你这个抽烟呢，对我们这个长期健康是有危害的。这样啊，你给我$10的话，我就允许你啊，在我旁边抽烟，是吧？然后看你能够跟他就讨价还价嘛，看他能出多少钱，是吧？如果他真的有良心，他觉得我抽烟确实，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哈，我抽烟的话，但是我影响他人的话呢，我应该给他人一些补偿。如果你的交涉能力足够强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和他，对吧？谈一个价钱，然后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科斯这个定理的这个最简单的表述，这是从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方面去讲。那么所谓的这个为什么这个科斯的定理和这个言论自由会有很大的关系呢？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些评论跟我讲，比如说这个叙利亚什么，当时这个 YouTube 不让他播啊，还有各个方面啊，这个美国也不是完全的言论自由啊，这些就这些评论嘛，因为这些评论并不是少数哈，很多人都会这样想。这个思想逻辑就是说，外国也做不好的事情哈，反正中国做了有什么了？你们50不笑100步，你们也不完整吧，对吧？就是这样。我们是讲的问题是，就是说这个你追求的方向是什么东西？你是追求的是我们大家都闭嘴，然后我们能说的东西越来越少，这种是你追求的方向吗？还是说你只是说啊，你看他们也不能说，然后你为什么不去谴责他们，让他们更能说？那个方向呢，还是那一个方向呢？就是说你是希望美国更有言论自由呢，还是希望中国有言论自由？就是这就是我的一个怀疑哈。那么到底言论自由是不是一个应该追求的方向呢？从这个科斯的定理里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个歧视的问题，歧视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一个人交涉的这个权利哈。你只要把这个交涉的权利给剥夺之后呢，你这个交涉成本呢，你就会下降。这个东西最主要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种强权的政治哈。强权的政治呢，就是为了逐力降低它的这个企业的成本啊，包括它的社会的这个维稳的成本，包括警察的成本，包括公务员的成本这些，它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让你们都闭嘴啊，你们都不要说话啊，那样的话呢，我就不需要再付出这个交涉成本了。那么你说美国这些大企业呢，它要不要付这个交涉的成本呢？它要的呀。它每个大企业它是不是要请一个很豪华的律师团呀，应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投诉，应对各种各样的官司哈？那么它这个每年付给这个律师团这个费用，是不是它的交涉成本？是它的交涉成本，而且那个交涉成本还不一定有用啊，有的时候人家打得赢的话，你还得付出额外的赔偿金什么的，对吧？那中国呢，你现在通过就是说让大家不说话的方式呢，就可以让这个交涉成本给下降，那么就可以导致你的这个比如生产的东西会更便宜。但是呢，同时呢，你必须要认识到一点，就交涉成本的这个损失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歧视的最早的根源嘛。你比如说这个你说黑人和你说白人如何去歧视黑人哈，我们这个讲的稍微过激一点哈，白人如何去歧视黑人，他就是把黑人这个恶魔化哈，说我们不要跟黑人讲话啊，就是我们说黑人这个就是坏的啊，然后就是黑人做的事情都是不好的，然后呢，以后我们再也不要跟他交涉了啊，就我们生活当中只要有白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白人的人际关系已经够复杂了，我们不需要搞黑人了，是吧？把黑人排除出去，那么就是黑人的一些诉求呢，就没有办法向白人这边反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叫做歧视的出现。比如说，包括对伊斯兰教的这个歧视哈。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宗教已经够多了，我们有这个佛教、道教、基督教，我们这个伊斯兰教，那么有些过激的人啊，那么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跟那个伊斯兰教人的讲话了。你看他披个纱巾啊，这个什么蒙个脸，你就见他躲开，那种就叫歧视嘛，对吧？你就剥夺了他和你交涉的权利，然后呢，降低了你生活的成本啊，这就是交涉成本。那么这个就是歧视的最主要的根源。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中国政府现在就是很典型的叫做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种歧视状态，就是叫人民歧视啊，不是人民歧视政府啊，叫政府歧视人民啊，他就说把人民的所有的这些交涉权利呢都给剥夺掉。那比如说你美国的这些市民团体的，那他如果说大企业力量比较大，那么你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一个人在那抽烟，你过去跟他交涉是吧？他找人打你是吧？他把你打一顿，那怎么办呢？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企业力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你这个市民可以团结起来啊，我的口才不好，我可以请个有口才的人替我去打这个官司是吧？市民团体
赚点钱，然后这个大家筹集点资金，请一个好的律师，然后找这个律师去跟这个企业去谈判哈，然后呢让这个企业去赔偿，或者说怎么样付出它的交涉成本。那么但是呢，如果你在中国的情况，你就发现了这个政府呢先把你这个企业这个律师都给他，先把律师都抓起来了，也就是说你到最后呢，你这个市民你要跟这个企业打官司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只能靠你自己上街维权这种方法，你就不可能通过去找一些什么专业的人士啊，很有能力的、很有交涉能力的这些人替你去做这个事情啊。我们集中10万个人做些请愿信，大家出一点律师费，然后请一个好的律师跟那个企业去打官司，然后把这个企业打得底裤都不剩。这种事情在中国可能发生吗？它就不可能发生啊，因为你这个律师都已经抓起来，就那种可以为了人权团体，可以为了环保，可以为了这些什么公民利益的这些律师呢，基本上都被抓完了啊。就是说中国就是不允许这个律师代表人民去跟人家交涉，那么就企业就是胆大妄为，想干什么干什么，是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最典型的一种取消了人民的交涉的能力的一种做法啊。它这个说到底就是叫做政府歧视人民哈。你比如说这个歧视发生的时候呢，那么有很多事情呢，你比如说都可以用歧视来解释。比如说最近这个俄罗斯啊，在中国边防在远东部分进行了军事演习哈，它投入了30万的陆军哈，30万的兵力吧啊，大部分都是陆军哈。这个你可以去看其他自媒体，他讲过这个事情。那么中国派了1000个人参加，那么有一个文昭谈古论今，他就讲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就是俄罗斯针对中国做的这个演习哈。有的石东记呢，他就讲他不是啊，他这个应该只是一个照常的这个军事例行演习，不要小题大做啊，解释过多哈。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如果从这个科斯的定理这个角度去看呢，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可能性呢？就是说它是在防范中国崩溃的。也就是说，我这个理论逻辑是怎样的呢？我就理论逻辑假设普京的这个领导层啊，和他这个俄罗斯的上层这些人呢，他这个年龄啊，基本上都经历过苏联崩溃的这个过程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对这个时局的这个推测呢，根据他们的经验是很有可能产生一些推测的，是吧？那么他们对中国现在这个情况的判断呢，就是说比较接近苏联当时的情况。那么苏联还有南斯拉夫，还有包括像中国这样的比较强权政治的这种多民族的这些国家呢，它在社会主义崩溃之后呢，都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分裂的问题哈。你南斯拉夫是不是后来就分裂成好多个小部分，因为它民族太多了嘛。然后你说苏联当时是不是也是分裂了很多东西？然后那个俄罗斯为了这个事情打了不知道多少年仗，车臣打了多久啊？车臣这个少数民族这个这个武装势力是吧？他们扫荡了很久，打车臣打了不知道多少年吧，反正若干年。那么一直都给他们这个国家带来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混乱嘛。那么在他们这个分析下面呢，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呢，有可能和当时苏联还有包括南斯拉夫的时候情况非常接近啊，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崩溃的一个边缘了。那么但是呢，我相信呢，他们肯定不会说把这个崩溃的边缘的这个比例啊，给它调得很高哈。比如说中国吧，我说一个好听一点的数字吧，就是中国可能认为中国崩溃的可能性是10%。也就是说90%的可能性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啊，这个我已经是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认可吧？你这个，因为你中国人，你就算中国人10几亿中国人，他觉得有90%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还能维持下去，那我们就不会崩溃啊，我们就会安心嘛，对吧？他就会安心。但是如果俄罗斯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去推算的话，那么就说中共现在有10%的可能性会崩溃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去承担中共10%风险的10的崩溃的风险呢？对吧？你自己在国内的人对于这个90%呢，你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这个评价，但是你在你和你不一样的文化的背景和国家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对这个10%的这个理解呢就是相反的，他认为这个10%是我们不应该承担的风险啊，就是说。比如说你14亿中国人，你10%的这个概率的话，你形成这个1.4亿的这个难民，而中国和俄罗斯有那么长距离的这个接壤，然后那个路径上面，如果说你这个警察崩溃了，包括你这个内蒙古搞独立，还有就是包括这个新疆搞独立，然后你这个边境上面到处各种摩擦，这些风险呢，本来是应该想办法要被排除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通过这种军事演习，事先进行演练一下啊，防止你难民进来，防止这个新疆独立，防止内蒙古独立，还有就是顺便嘛，就是可以觊觎一下中国东北哈。这个俄罗斯想要中国东北已经是几百年的事情了，从尼布楚条约开始，他就是很想要中国东北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领土扩张政策啊，就是
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说它在同纬度上的入海口，它就是要这个北边的入海口，那个东北就有是吧？它其他的它不要，它不一定很想要南边的那些温暖的区域啊，但是它这个比如说克里米亚还有东北啊这些，他们做梦都想要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北冰洋上面能有个出海口的这个航线啊，对他们来讲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俄罗斯呢一般都是就想要这些地方，那么他对东北他有没有可能下手？那么他为了做好这个准备呢？投入30万的进行军演呢，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理所应当的选择嘛。但是如果你这个普京是这样想的哈，比如说中国有10%的可能性崩溃，所以我们进行这种军事演习的话，那你中国人听到这样的思维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他就在歧视你呢？对吧？他就是把你的风险啊，把你那么一点点的风险，他都不愿意承担的这种。阻止你和他交涉的这种行为啊，军事能力就是阻止交涉嘛，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就是一种歧视的源泉嘛。那么最近看《未来简史》也是这样讲，他就说这个中国现在的不是中国现在情况，世界现在的情况呢，整体是交涉的范围在扩大啊。那么比如说他《未来简史》里面他就讲到一点，他说这个以前的这个圣经啊，它里面人和动物讲话的。唯一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蛇在引诱夏娃吃禁果的时候，就只有那个时候呢，动物是会讲话的。然后在整个圣经里面，动物都是不会讲话的。那就剥夺了动物和人类的这个交涉的权利啊，就说那个时候呢，农业社会的时候呢，就是动物是不应该有交涉能力的啊，动物你不应该和它交涉的，因为在之前的狩猎时代吧，在农业时代之前的狩猎时代，我们讲的是这个万物有灵嘛，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涉的嘛，但到了农业时代的时候呢，动物就成为了一种奴隶和工具啊，它不应该跟你交涉，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很多和动物可以讲话的那些神话给去掉了，去掉之后呢，就只剩下一条蛇跟夏娃讲过话。那么就说在那个时代，集中性的农业革命，然后只种一种作物，然后消除掉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交涉的这个成本啊，那么就是能够让这个世界呢变得这个生产力更高，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如果不通过这种农业革命，你养不活那么多的人口啊，所以他就必须要做这些集中力量的事情。那么到了这个时代呢，现在这个时代呢，生产力又进一步发展了。那么我们发现一个趋势，就是说以前的这个万物有灵的那种大家都能交涉的一个现象正在逐渐的出现啊。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现在看的很多电影啊，那个叫《疯狂动物城》Zootopia那个里面那个动物各种动物都能互相讲话吧？这个我们不会觉得很奇怪是吧？我们觉得很正常。就是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一开始可能觉得有点意外，什么兔子和这个狐狸都能讲话，你会觉得有点意外。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再想吧，啊，其实也没什么，这个很正常。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马南波杰克啊，马南波杰克，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马，还有一个叫做一个大狗，还有跟那个什么越南的女的作家什么，这个正常的在交流哈，人和动物正常的在交流，我们也没有觉得很奇怪，就你一开始看会觉得很奇怪，但慢慢看也就习惯了。就说这就是一种在大众文化上面，就是说我们尽量加大交涉的一个状态哈。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包括你这个很多这个动物保护组织哈，他说这个现在这个，比如说这个蟑螂哈，会因为这个天气太热，它会有压力，然后要求你这个博物馆把那个气温调到19度啊什么那些，那都听起来都匪夷所思。你怎么会跑去跟蟑螂去交涉是吧？还有就是包括就是很多什么龙虾有神经啊，吃的时候呢，尽量要把它烫死，不能把它切死，会很疼啊什么。你就活斩龙虾，你是禁止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都做的有点过头了。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趋势就是说，我们不但人和人之间呢，我们要尽量的去交涉啊，同时呢，这个人和动物之间我们都要去交涉，因为就是人类造成的外部性啊，就是你要去听动物的这些诉求啊，比如说动物说你人类一直把我们都奴役了，然后我们要跟你们抗争，那么人类还要为这个动物付出一些交涉成本，这就是一个交涉的力量啊。那比如说以前我们很少研究这个猫和狗的这个语言嘛，10年之前我们可能都只觉得猫和狗在叫一叫嘛，但现在很多这个科学呢已经对这个猫和狗之间这个语言之间怎么样沟通这个事情有了很多的进展，有了很多的研究，就是狗在讲什么，然后猫在讲什么呢？那在不远的将来呢，可能弄一个翻译器的话，猫和狗呢都可以和人产生沟通的可能性哈，这个是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你就想想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吧？就是各种的交涉在增加，然后你各种的这个交涉成本在提升，但是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你会发现是走的是反方向的啊，就是我越发的禁止你和别人的交涉哈。所以呢，我就
讲一点啊，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会成为一个歧视呢？就什么样的言论你不应该让他去发呢？就是这种言论歧视的这种言论啊，就包括你歧视黑人，包括你歧视伊斯兰教，包括你歧视同性恋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是你应该禁止的呢？就是因为它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剥夺了别人和别人交涉的一个权利啊。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上去理解这个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的话，你就应该明白了。比如说我做这个 YouTube， 我就觉得 YouTube 上面这个特别过激的右派左派啊，其实也不多哈。因为做视频的时候呢，有话好好说；你在评论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平台呢只是个评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言语上过激的成分会很多，然后立场会非常鲜明哈。但是在 YouTube 上整体来讲，你比如说你有些韩国人讲个中文的那个频道也有21万的订阅是吧？韩国人讲中文，你不会看到有人下面去问韩国棒子滚出去什么这些，你就发现你比如说你在我叫大川法师在日本嘛，就不会有人专门跑过来那个日本人滚回去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就也很少见嘛，就是这种完全的右派和完全的左派比较少见嘛。这就是说这个在网络平台上面的这个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个交涉的这个权利的保护啊，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而且呢。就是说句实在话呢，这个肯定是比你国内要做得好一些。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科斯的定理。那么我认为呢，这个言论自由最主要的呢，就好像你不能杀人一样，是吧？你不能够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这种任何一些歧视的言论呢，在所谓的言论自由里面呢，是不能够被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被接受的理由。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